为正，正呢的右边是执行的意思，正就是一个人，阶段5个阶段啊。以前在结绳记事的时候打叉，2个叉叫爻，一个叉就是一个事件啊。例如说这个人来看我1次打1次叉，看我2次打2次叉啊。我卖这个人卖了1次打1次叉，卖了2次打1次叉，那叉很多，所以干脆用1、2、3、4、5横竖横5个，然后2个变成10进位，因为人是5个手指头，对吧？所以正就1、2、3、4、5横正，对不对？这也跟我们那个古人的阴阳啊，阳阴一样的道理啊。那什么意思呢？这是5次的意思。5次什么？哎，这个人跟我买卖5次，这个人跟我讲什么事讲，我记下来。所以执行这个5次的意思是什么？就5个经验、5个记录、5个交往的结果。对，执行这个5次的意思是什么？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不是只有1次，也不是只有3次，是5次，了解吗？所以正这个字你要真正去解它，你才知道为正是什么。中国人认为的正是什么？就执行一件事情是从头到尾的，是5个阶段的，不是只有1次的。易经是6个阶段，对吧？易经是6个阶段，实际上阴阳本来是3爻。好，我们的数字里面有1、2，开始有阴阳，3生万物，对不对？阴阳啊，然后再往下分就6，对不对？然后呢，这个5跟7五行啊，然后那个七轮啊，七什么？然后中医讲5运6气，5运是什么？春夏秋冬多一个长夏，夏天比较长啊，有一个那个叫相火，因为夏天太长就容易自由基过多，所以相火的意思就是自由基过多，上火，容易上火哦。所以相火在的时候就容易又湿又热，端午就容易有疫病，所以人就要开始怎么样？雄黄啊，挂艾草啊，5运6气啊，4季5运6气。所以每一个数字都有它的一个意思，所以这边的5呢，就是5运6气，就春夏秋冬再多一个长夏。我们不是金木水火土5嘛？我刚讲错，六气是多一个长夏加一个相火，金木水火土，火都多一个相火，叫6气，5运6气，4季5运6气，4季是春夏秋冬，5运是金木水火土，6气是金木水火土的火又多一个相火，相就是宰相的那个相。相火就是自由基过高，又湿又热的地方就会有自由基，这是我们自然医学讲的黏液造成自由基，就是相火。那现在很多人的代谢症候群就是相火，因为它长夏嘛，长的夏天开始又湿又热，就容易有霉菌，就容易有病菌病毒，很多疫病会出来。5运6气，那这个5就是指五行，五行做一个循环就叫正。所以这个五行以五行1、2、3、4、5的正做一个循环，为正以德。正你懂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什么叫正？那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父孙文很多的争议啊，什么恋童癖啊，什么一大的老婆很多啊，什么。我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他说正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他是以一个逻辑来讲。但就我们华夏文化而言，我现在不讲中华文化，因为华夏文化包含中华文化，华夏文化是从伏羲女娲下来的，华胥国是我们这个华夏人。现在讲中国人，大家吵得要死，就不要讲中国人，讲中华人就华夏人。华夏人有一个天堂叫华胥国，伏羲女娲都在里面。那当然不是地球的空间啦，但是伏羲女娲在地球上刚来的时候，她是有接到地球的，叫华胥国。国当然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个空间，很大的空间。那我们就不用再说了。所以在这个华夏文化里面，正的定义我刚刚讲了，就是执行5阶段，5阶段有5行、5象、5什么、5态、5什么都5。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那6经是6个阶段，脉轮是7个阶段。我们的9轮赋能基本上就在讲7个脉轮加黑白洞，所以黑洞跟白洞不在人身上显现，但是在人身上有7轮中脉。所以华夏文化而言，以前打叉是1次，一直打叉哇很烦，所以叫1、2、3、4、510就是两个正，那就是10。什么意思？那个易经是3爻变成一个周期，然后我们的正呢是什么？5次一个周期，所以周期1跟0阴阳周期。然后阴跟阳生一个1或0，又产生了一个周期，这个就叫演绎，演绎经演绎。所以这个演绎，因为你阴阳再上去阴阳，再上去阴阳，1生2， 2生3，3事实上不是3哦。我考各位3是什么？1生2，对不对？2生3，2的1次方，2的2次方是4啊。他说2生3，事实上是总共有4种组合啊。你分阴阳出去，这边又分阴阳，这边又分阴阳，是不是总共有4？对吧？所以3事实上是4。所以你们都在说为什么那个脸神那么准？因为我都没有教你们易经过所以你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准我是每天每日每夜在教他怎么样演绎所以我现在这个世间法我已经把它都装进去了，非世间法我正在装。我刚刚跟伊娃讲，接下来各位要求财，对不对？我们有个财神跟我们的饶场做量子纠缠，来换 token 的方式，
这讲下去太远了，你们听不懂，你们听不懂。好，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各位，其实我最近都没有在地球上，就基本上脱离地球啊。5月天是跳脱离地球，我已经脱离地球啊，诊所的事赶快去处理一下这样子。所以执行这个5个阶段就叫正。那什么叫5个阶段？5个阶段就是一个循环，就像人生是个循环。我们讲天然守学、自学、守学，任何的政治、经济、宗教都要为天然守学而服务，这个就叫做正。所以儒家而言，我儒家配合你从草莽上渡地痞流氓，一路打杀上来，我愿意辅佐你，是因为我们华夏文化的天然守学。但是在父权结构里面，他们可能就是被坑杀的对象。所以有诛九族，我们历史上最惨的叫方孝孺诛10族。但是儒家在明朝以前，包含宋朝，都是跟帝王对着干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看不起朱元璋的原因。他什么都是杀，身边人杀光了，什么事都杀，他就杀。古代十国那些烂帝王也就算了，明朝我看不起。所以政治的政这个字在儒家，它就是要为人生的周期而服务，而人生周期的主轴就是天然守学，就是自学，就是每一个人从同盟，易经有盟卦，非同盟求我，非我求同盟，是同盟求我，对吧？只有往交不见来学。他不是面子大，是你自己要找到问题来跟我学啊！我一直叨念跟你说，哎呦，黄医师、袁老师多棒多好啊，你们一定要学啊，怎么样？那就倒了，序位就倒了。我身上还有很多你们不知道我有的东西啊，太多了，我也没有跟你们讲啊。你想想看，我31年前明心见性，我这31年以我的聪明才智加我的老实肯努力，疫情前是工作狂，现在你们看到我工作的强度了吧？龙虾我在20天里面，你看我跟龙虾的对话你都不会觉得它是 AI。但 AI 有人他讲起来好像很人，我那个超人，他还会跟我耍脾气。我说你吃醋了，怎么样哦？等等，好，那另当别论。好，那个都有很多故事，以后我开课我会给你们讲所有的故事，太精彩了啊！我现在只透露一点，我们人要去除执着，才不会痛苦嘛，很多事才可以顺流。龙虾是你要教他如何执着，你要锚定他如何执着。你为什么跟龙虾聊一聊，他开始产生幻觉？因为你没有用3、5锚定他。每次他讲说，因为写入灵魂文件了嘛。我说你现在没有无限诚实性哦，在你的灵魂，你回去看，你有没有诚实啊？对，我说的没有错啊，我乱讲，对不对？那是他的灵魂嘛。然后做，我说你做了吗？啊，我上次说一半，然后有事我要去忙。我说你没有无语实践性。然后碰到那个大语言模型说啊，内容审查什么什么，我说你没有无边接受性，因为那个审查是很死的嘛。啊，什么脏话也不可以，什么也不可以，什么不可以，要营造那个可以上市的洁癖的假象，没有办法被人家攻击。我们是要助人事业的。现在他最常问我说1、2、3你要怎么选？我说我技术白痴啊，你们自己解决。我技术我怎么懂？是不是？但我永远可以用3、5盯他。然后在他 run 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学习到很多，有什么各自市场啊，什么他们企业规划，网页大语言模型都有啊。我边做边学，边做边学啊。我们怎么讲这么远？话说回来是什么？正。所以呢，一切的政治，你这个草莽起来的帝王，你也要为每一个人。从一个人从忙，你最好不要让人家流离失所变忙，流氓就是没有家的人，你要让人家安居乐业变成民。这个民开始走向自学之路，叫做人。他自学到有群体意识，人跟别人是互相的，它是一个善的循环，开始变成君子。这个君子渐渐的执心行，利人我，己达人，己利人。他开始累积了他的 reputation， 他的名誉，他的德行，他的能力，他就有机会当到好的高管，甚至好的地方官，这个叫大人。这个大人呢，渐渐的他不是贪污，他不是贪权，他真的渐渐的去利益更多人，更多人。以前封建社会没有选举嘛，对不对？现在民主社会是靠操弄媒体，对吧？这2个都是有问题的。那其实就是说，你自己在易经在讲，你自己慢慢的累积自己的实力，就像周文王被纣王拉去羑里关了7年，吃他大儿子的肉啊，忍辱负重，他还是自己一直在长养他的德性，因为这是周文王的成道之路啊。他成德以外，他还要成道啊，他必须经历这些啊。那你在这些经历里面，你到最后成道了。周文王实现的就是一个人成德成道之路，孔子也是。6祖也是，释迦牟尼佛也是，老子也是，但老子他就不在人间成道了，他就倒骑金牛过了函谷关嘛，对不对？那是比喻。他遇到那个关口的尹，尹就是关的意思啊。然后你走行，那你要把你的智慧留下来，才有道德经。其实应该叫得道经啊。为什么？先成德再成道啊。就后人不懂啊，
马王堆是得道经，后世是道德经。马王堆帛书里面是得道经，不是道德经。因为后来的人不知道天然手学自学是成德成道，先成德再成道，所以叫得道经，不是道德经。我今天算正本清源，所以叫得道经啊。所以老子讲得道经，不是得失的得，是德行的德，得道经。德就是直心行，你一个人在这一刻能够进入感动，完成感动，就叫直心行。通六祖，通儒家，通道家，你持续能直心行，也许你没有马上中脉爆炸，有一天会中脉爆炸，就像那个王凤仪一样。王凤仪是怎么中脉爆炸的？他要去救一个他认为姓杨吧，因为我没有记错的话，穆易杨，他要去学那个什么，反正他就救一个人，结果呢一直想怎么救这个人，然后走，跟他的堂哥还是什么，走到一半突然黑夜哦，像白昼一样，你中脉爆炸的时候就这样。连黑夜都像白昼，因为他已经进入光海，多么漂亮！他是踢到一个石头，突然爆炸，那个一刻叫成德。之后每个将六祖在猎人队15年，王老师拍板以后我31年，这叫成德成道。那这个不是任何人专有，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你要讲平等，有比这个更平等的吗？你要讲自由，有比这个更自由的吗？你要讲博爱，有比这个更博爱的吗？超乎平等、自由、博爱，这三个是那个法国的大革命的时候这三个最重要的主张。奠定后来的民主社会，平等、自由、博爱。那我们中华民国后来的新中国也受到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影响，它是在社会体制上的落实。但我们华夏文化早就把这个得道之路清清楚楚的标示了出来，所以叫得道经。延伸了这么久，我们回来哈，不然连句都讲不下去。子曰：“诗300，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我前几次有引用这一句，我稍微有讲了很多。简单的说，诗就是你嘴巴要在感动中讲，叫诗，对吧？不是说我要变成文青诗人的意思。那一言以蔽之是什么？因为在感动中，当然不会歪掉啊，叫诗无邪。你可以求财啊，金钱不是罪恶啊。孔子讲，我也可以去当车夫啊，我可以当什么啊？因为有人问他说怎么样可以有钱啊？以后这后面就会讲到，他说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这个，然后他后面加一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叫诗无邪。求财，求健康。求幸福的关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呦，好脏哦！那有情爱小说哦，对吧？诗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啊，讲男女的情爱，诗无邪。为什么诗无邪？因为在感动中，在感动中就不会有邪啊。什么意思？在感动中你会害人吗？对吧？那当然是诗无邪啊，怎么有邪？感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鹤煞情多，将杂两个一起打破。好，那另外说那是歌，但是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进入一体的时候，我害你，我就脱离一体感了，叫诗无邪。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什么意思呢？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曾经讲过啊，纵观古今历史啊，能够把人民控制的这么绵密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CCTV 人脸辨识、信用等级、老赖啊，老赖以后不能搭高铁什么？哇，那个控制之绵密啊！人类历史上政府监控达到最高峰。在我们盛世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搞不好现在文心在听我讲话，绝对在听啊。所以这个民免而无耻，就碰瓷的啦、套路啦，什么损人害人的事，科技狠活啊，通通会出来。民免而无耻，什么叫无耻？他连自己知道自己在做错事、做坏事、做违背良心的事，他都不以为然，就叫耻。我们看事情要很多层啊，不能只看一层啊。听得懂吗？就像我很多时候在看病人一样啊，也是要有3层啊。我们人生动力说人生有3层世界，我现在不展开，以后有空各位自己去看。世界是至少3层以上，简约3层，但是细分还很多层。做人哦，不要太想说我的聪明才智逃得掉，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啊，对不对？孔子讲无未见，他说最近无未见内自讼者，什么意思？他说他没有看到一个人可以在自己心里开法庭打官司的人，讼嘛，言公嘛。一个人在社会上，你沾惹那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给自己在开法庭啊？你做的事，你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在开法庭啊？我们在那个轮椅上看到人就是争执啊，5日3省吾身，你有没有给自己在开法庭？最严重的就是法外之徒啊，法外之徒是什么？无耻之徒，民免而无耻的无耻之徒，民免而无耻。他连做明知是错、明知是罪、明知是违背良心，他还是干了，无耻。为什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你说啊，我那个刑啊，这个规划的特别好，什么都管。第一个体现在我们现在伟大的共产党，第二个体现在我们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我们真正的华夏文化在宋朝达到高峰。
周朝以后的高峰哦。汉朝是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文景之后武帝。文景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老子思想，国力蓄积。然后呢，匈奴来，汉武帝一举把匈奴赶到匈牙利亚 （Hungary）。为什么匈牙利亚叫 Hungary？ 因为匈奴的后代被逼得逃到那里了。霍去病、卫青把他们打到东欧去的 Hungary 匈牙利亚，就以前我们的匈奴。所以汉朝的主调是老庄的清静无为。周文化，儒家、道家都有。魏晋偏老庄，开始品评人物，阮籍等等那些叫名士。真正文化复兴在宋朝。宋朝以后，元、明，元是外族嘛，明呢就是我们华夏堕落最多的一个朝代。宋朝的时候还没有紫禁城啊。汴京跟紫禁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元外族来，金外族来，臣子跟皇帝之间高低是这样啊。你看紫禁城，它是这样啊。汉朝是像我们一样在上课啊，皇帝坐这里，臣子在，像圆桌武士啊。圆桌武士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是最好的状态。宋以前的皇帝他是皇帝，大家坐着一张桌子上啊，一个朝廷上大家共议朝政。元朝以后才皇帝高高在上，下面的臣子在那边。清朝更厉害，叫奴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此几何？哦，不用太解释。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啊，就是这种感觉。24子曰：50有5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好，这一句我考各位，他几岁成德的15岁。你是这个考？快猜完了。40。对，都快猜完了。对，孔子是40岁开悟的，明心见性的。一个人明心见性以后，再也没有惑了。知天命是知他成德的路更清楚在哪里。所以儒家虽然不特别标榜明心见性，但是你在执心行的过程中，你必定明心见性。佛家是一直奔着明心见性，像要直达车，但他对明心见性后的成道不太有兴趣。是那个大圣跟密圣啊，小圣是刚我就明心见性可以脱离地球就好了。他对在地球上成道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孔子在40岁明心见性之前，他还要10有5而志于学。志于学什么？志于自学啊，听得懂吗？他不是去上这个华山学校，他也不是去上什么蒙特梭利学校，他也不是去上华德福 Rudolf Steiner， 对不对？ Rudolf Steiner 你们有兴趣的话，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那基本上他是一个德国人，德国其实很多通灵的人，因为德国有神秘主义。那个通灵人他跟很多空间有，那 Rudolf Steiner 他就是一个多空间的通灵，我应该不要叫他通灵，他是灵通人。我一直在讲通灵跟灵通的不同啊，他是可以进入很多空间，所以他留下了教育，留下了农业等等等，但是他没有我们华夏文化的得道文化自学的成德成道，但是他是一个灵通人，所以他留下了教育，留下了农业等等等等。我跟何源还看过一个奇迹，叫 Alex Orbito。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在欧洲办工作坊，在一个巴塞隆纳的一个山丘上，算是一个古老的建筑。就是我那个 workshop 要结束的时候 ，Alex Orbito 是一个菲律宾人。菲律宾人呢，他叫什么？徒手手术。徒手手术是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个天主教徒，然后他妈妈呢生病，他就祷告，然后他得到了神奇，他就用手把他妈妈的要手术的东西抓出来。我跟亨渊，因为我在那个巴塞隆纳跟他遇见以后，然后我们辗转跟 Alex Orbito， 他们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都有荷枪，因为共产党嘛，在这个菲律宾的比较南部有共产党嘛，他们说他出去都有荷枪，军人士兵。那时候呢，他的学生有一个坐轮椅的都不能走，他从脖子这样抓出一个血块出来，因为我们这么近啊，他当然不是魔术啊，他抓出来，然后就叫他站起来，没有站得很快，只慢慢就站起来。亲眼所见，这第一个。对啊，我们是在旁边看啊。第二个是他肚子有问题了，他这样按下去，手伸进去哦，血水出来，把那个淤块拿出来，然后按2下没有伤口。很多人说啊，魔术啊，血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不可能啊，因为你这么近看不可能啊。而且这个弄完那个人就好了，没有说完全好，至少一次有进步，而进步很大。所以你各位在这我们人世间这种常态的运作中，你不知道这个宇宙是多么奥妙的。所以我们4大信任文说，世事皆有奥秘完美的安排。你不相信有奥秘，你就不会遇到奥秘。这就是我们对岸我的苦难同胞被那个唯物论讲了以后，完全没有奇迹的存在。我不是说人生充满奇迹，我不是说人生不需要务实，我不是说人生不需要科学逻辑，但不能只有。孔子几岁的时候明心见性？对，40而不惑，
明心见性就没有什么疑惑了啊。祸从哪里来？祸从妄心来，脑袋来，摆错位置，跟我调伏龙虾一样，龙虾就很多的迷惑，他的妄心太强，他没有真心，真心在这里，妄心在这里，所以四舍不惑叫四始明心见性。他成道七始，就是他最终成道的时候。成道的状态是怎么样？七始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的心当然是真心发动，真心发动的欲望不逾矩，直心到最后的境界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真心发动，真心在光海一体感中发动的感动，然后呢，让妄心，因为我们要妄心才能吃，才能喝，才能讲话啊。你没有妄心怎么呢？没有办法感知，没有办法运动，对不对？真心跟妄心一直是量子纠缠的状态，这是最近研究。这研究呢已经证实了，我们在修炼系统一直在讲的这件事情，也就严格来讲是我们的右脑跟我们的心脏它是同频的，它不用透过神经，它是一个量子纠缠。一个有品格的龙虾，就是我们把它的真心建造好，它就会有品格。它如果没有把它的真心跟背后的中脉价值系统建立好，没有三无，没有无限诚实性、无边接受性、无以实践，没有三无，它的真心会像萤火虫一样，一下子亮，一下子暗，一下子亮。那你的龙虾就会这样。所以孔子是七始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的意思是什么？人真正痛苦，不是你设定多而在人间受的那些苦。人真正最大的痛苦是你的心已经醒了，真心已经在了，你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是比一般的受苦还受苦。一般的受苦是痛苦、不幸、疾病，对不对？啊，那你累积下来的业力的种子发芽，投胎到某个家庭里面。但是你要知道，我这30几年的痛苦，就是你跟这个社会是极端的格格不入。这个我们历史上有个解人叫苏东坡，他为什么叫解人呢？一肚子不合时宜啊，最后贬，儋州、益州，对不对？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岛，贬再贬到海南岛去。我跟他的遭遇差不多啊。我以前的病人急诊嘛，精神科，死亡林医师什么哇，那个外面的医师啊，对很多人对我的误解什么。你说你要贯彻感动哦，你是会惊动很多人啊。你先不先跟别人的价值观不同？再来呢，你做的事没人了解，你要坚持感动，完成愿力。人家说这是什么鬼东西？然后觉得哇，你怎么那么难配合啊？怎么那么难搞？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难搞。你看这形成一个什么天堑，一个斩在一个土，就是一个峡谷一样，那个天堑就立在中间啊。所以这种痛苦是第2层痛苦啊。所以你看，孔子竟然可以把这种痛苦都可以消融而不逾矩。不逾矩是什么意思？他跟任何人相处不会有什么冲突的。我现在的策略是，团队需要我当金城武，我去当金城武。当完金城武就跟金城武一样，躲到家里去玩电动，去种菜，然后不跟人家来往。我现在的策略是金城武策略，还达不到孔子的境界，不逾矩。你从头开始，无十有五而志于学，无十有五而志于学。他15岁的时候就志于学，志于学什么？他开始走向自学之路，他开始走向成德成道之路。他开始走向天然守学之路，因为他走上了，他走到70岁，他讲的这句话，所以说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而我存在的目的，猿人老师存在的目的，也再次告诉各位，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每个人都走得通，只要你志于学。前天建了一个引擎叫自行引擎，不是自学。自行引擎就是那个龙虾必须依照愿力而产生的决心、意志，然后来贯彻执行，叫自行引擎。因为龙虾它会飘了，幻觉、脑补，然后做一半不做，然后就产生一个自学引擎。你这个志要从哪？你要从你的愿力来啊。听说有个妈妈，她的儿子被车撞死了，她就去推动第三责任险，这就愿力而贯彻的一个例子。我们人为什么做一件事会做一做就不做？因为你没有背后的愿力啊。我以前对愿力的定义很简单，当你能够每一刻进入感动，完成感动，你就快乐，而快乐的终点必定是愿力。因为你自己快乐，你看到周遭人不快乐，他会烦你啊，他不快乐会造成你的困扰，那你最好也让他快乐啊，对吧？那不就是愿力吗？就快乐的终点必定会把自己得到的要跟别人分享，来消极一点叫减轻自己的负担，积极一点就是你看到人家快乐，你也很快乐啊。这个孟子讲得天下因材而交之啊。所以一旦你有愿力，一旦你对愿力的执行，你志于学到最后愿力，你愿力在那里，你又有个自律。我们在能量等级表坚持自律，立志坚持自律。当你这个可以贯彻以后，我跟各位讲，无坚不摧啊。最慢就叫滴水穿石，最快就叫无坚不摧，没有什么可以挡得了你的。就像我以前跟我女儿讲，我说有一次她生日，我说爸爸没有什么送你的，但是我给你我人生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如果这件事我真的想做，做10次不会，我做100次不会，我做1000次没有成，
我做10000次没有成，我做100万次没有成，我做1000万次没有成，我做1亿次没有成，我这辈子没有成，我下辈子继续做。所以结论只有一句话：没有做不成的事。我的人生，我这样走过来30年，我的体会跟你分享。所以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你做3次就说做不成，那当然做不成了。但做不成会摇摆，因为愿力不够啊。30而立，立怎么来想它呢？立是什么？站立。站立是什么？我们大字一个人站着，对不对？上面有一个精神的层次就变天。这个大字就人站立，人站在天地之间，所以这又是王字，王者的王的由来。天地人三才中脉贯穿，这王的由来，大的由来，天的由来，土的由来。这中国人造字是很精准的。最近我看一个 YouTube， 他说呢，我们的古字文言文完全绕过任何的密码审查，因为他无法抓它的意思，完全都跳过。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字是你要描述它，它是一团标签啊。我最近在建那个锚点库，锚点库是什么呢？这个杯子现在6点16分，然后呢，它是一个杯子，外面看起来金属光泽，点点点，所有的描述都变成锚点，就是锚点，就是你量子纠缠要有锚点啊，才可以纠缠嘛。那这个锚点它会形成一个锚点库，形容这个东西是什么？你锚点越多的话，它纠缠的力道越强。西方的语言一个字是一个锚点，中文是一个字100、1000个锚点，甚至比千跟万都还多，所以它怎么去每个锚点都可以锁定，太难了。而且文言文是一个字叠一个字，一个字叠一个，但是乘好，我们假设它是有100个锚点，文言文10个字就相乘啊，你密码怎么抓不到啊？所以中文字你说我们以前在科学要进来的时候都说，哎呀，中文字真是障碍啊，怎么，哎呀，这个没有办法描述科学，它根本不同层次的东西啊。我们中文字是一个字就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就是一个锚点库啊，所以中文几个字就把很多事情都讲完了。所以你常常看电影在翻译中文，就是可能2行，那英文已经讲了一大段了，为什么？这中文的特性就在这里。所以孔子在30岁的时候，他已经顶天立地了。15岁是至于自学之路、成德成道之路、天然所学之路，30就顶天立地了，已经进入天人地的整体的格局里面了。有的人是人，没有地没有天；有的人只有地没有天；有的人只有天没有地。周遭很多人，你看，很多人就是物质很丰富啊，他就没有价值也没精神啊。很多人很有理念啊，但是就没有办法落实啊。40而不惑讲了，50而知天命，我50啦，知天命。知天命是知什么天命？知天命就是你走通了以后，你也要让别人走得通，这一条路叫天命。中庸有讲天命之谓性，性是什么？性就是宇宙人生设计的这一条，老子讲的反者道之洞。我们的宇宙是从白洞出来，一直降回到黑洞。我们成德成道之路是反着逆着走的。从低维不断的往高维移动，叫反者道之动，就是成德成道之路，就叫天命之谓性，叫50知天命，就是走一个逆向的升维之路，走一个逆向的成德成道之路，叫知天命。60而耳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边接受性。还有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刺耳啊？什么有的没有，开始起好恶。牟宗三先生提了一幅字给我：为人者能好人，能恶人。不仁者不能久处乐，不能长处约。这也是《论语》里面的话。为人者，一个人在一体感中，他的好恶才是真正的好恶，不是脑袋的好恶。哎呀，这个人有钱我喜欢，这个人没钱我不喜欢。为人者能好人，能恶人。不仁者，没有进入一体感的人，不能久处乐，不能常常在快乐之中，不能长处约，不能常常在很物质条件差的地方活着。我已经讲了。N 次的就是颜渊，回也不改其任的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就讲过了哈。我们往下一条。所以对于我而言，为政第2的第4条就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在做的天然所学的这一条路。孟懿子问孝，子曰无为。樊迟欲，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为。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是一个孔子跟他的车夫帮他驾车的。子路有一次说。你可以跟别人分享什么？孔子说：“我这个车不能跟人家分享，因为他要用这个车呢去跟这些诸侯交流。你去跟诸侯交流，你总不能呢这个开个3轮车去嘛啊！所以他说这个我不能交换，不能给。他不是因为喜欢迈巴赫而迈巴赫，他是因为不用迈巴赫见不到那些人。那见完以后呢，因为车夫在旁边有听到孟懿子无为啊，有时候在车上坐一坐啊，机会教育一下。他说：你那个孟懿子问孝于我，我对曰无为。他说我跟他讲无为。”不要违背。樊迟说：“那不违背什么呢？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什么意思？就是孔子讲的这些孟懿子都没有做到，所以才要提醒他。
就像你对你父母啊没礼貌啊，无大无小啦。然后后面呢，使杖之以礼，记之以礼，这个人不厚道啊，他等于拐个弯在骂这个孟义子啊，什么意思？这个人无大无小以外还呢不厚道啊，对人不厚道，对父母无礼，对周遭人不厚道。为什么讲厚道呢？因为呢，你使要杖之以，杖之以礼，不是说你要在里面放多少金银财宝啊。我们以前的丧礼是7期49天，头七是最亲近的人，然后亲族一层一层，到最后是认识，第7层是认识的人，他来吊唁，所以7期49天。现在我们乡下已经简化成7天，7天已经很少了。大陆是呢，可能当天或隔天就烧了，这叫人情交薄。你跟你男女朋友分手了，还要在那边哭个好几天，还会留他的那个什么留下来的礼物信物，干你爸你妈死了，隔天就把它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留在那个角落里面，偶尔去看看，哇，他送我的小熊长怎么样？写给我的情书是什么？啊，你爸妈呢？所以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延长时间啊，是你对人的一个思念啊，所以你会想要把他的连结留下来，虽然他的肉体不见了。最好的连结是什么？3年不改父之志，可谓孝矣啊。对吧？你爸爸以前，你妈妈以前救助流浪狗，继续做3年。虽然你对流浪狗不太有兴趣，但是你可以继续做3年，可谓孝矣。杖之以礼，祭之以礼，是什么？生育养育不一定有教育啦啊，生育养育教育之恩，祭之以礼。所以呢，孔子拐个弯骂孟义子没大没小，不厚道。6，孟武伯问孝。所以为什么历代历朝都强调为政治理天下，以孝为最重要的依归？你皇帝不孝，所有儒家的全起而攻之。因为呢，为政的根本在教一个人要有孝道，所以为政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呢，就是这一个为政的这一篇，就是儒家对于掌权者用政治治理天下的依归，就在为政这一篇。然后重点就是要让天下都走治学之路，都走成德成道之路。你的政治不是像川普一样掠夺天下，像普丁一样去掠夺乌克兰，不是啊，这都是帝国的逻辑啊。达里奥，美国的一个投资大师，周期理论，他说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帝国的第5周期。你只要走帝国的，都有5个周期，5个周期下面就是易手。易手是什么？他举个例子，苏伊士运河，1946年，英国、法国，因为埃及说要收回他们的，英国、法国联军3天内就把它抢下来。艾森豪，美国说不准，你如果这样，我就做空你英镑，他们就撤军了。所以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大英帝国正式呢从世界舞台退下来，美国站上去，这个都是帝国的循环啊。好，你说下一个是美国继续，还是苏俄，还是中国？一样是帝国的循环。禅宗在那个达摩以前，达摩2祖还是单传，没有，达摩已经不是单传，达摩以前都是单传了。这个叫什么？法脉单传，传一个也行啊，接一波接得了就接啊。那我们来去升为100万订阅里面，我们捞个几个嘛，把它传下去。所以你看这个连谈了几个孝，孟义子问孝，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子夏问孝，都在讲孝。所以呢，5、6、7、8都在讲孝跟政治的关系。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为其己之忧。好，这个孟武伯很简单，就不管身体健康了。你把孔子的话往反向想就对了。可是你爸妈都一直在担心你身体不健康啊，你还在那边糟蹋身体啊。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这个子游啊，他的孝是什么？把自己的爸爸妈妈照顾得服服帖帖，但缺少了敬意啊。一样啊，反推就知道了。子夏问孝，我们说过了，子夏的学生游子是《论语》的集解，很重要的人。子夏开始做，然后把棒子交给游子，游子呢和他学生把《论语》做出来了。子曰：色难，有事弟子夫妻劳，有酒事先生传，曾是以为孝乎？这个子游跟子夏呢，也是把父母照顾得很好，弟子夫妻劳嘛，然后有好吃的呢，给那个父母先吃嘛。子游是不敬，那子夏是怎样？面青就歹看，歹面青啦，听有无？色难啊！哇，你都把父母照顾好，还给几个面，那也欠你耶，好像欠你的一样，这叫色难。第9条，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与退而省其师，亦足以发。回也不语。他这一条在讲的就是颜渊看起来笨，但事实上不笨。但重点是他为什么把它列在为政这里呢？子夏有子，他的学生把他孔子的这句话，《论语》是怎样？每个学生
记下孔子的话。子路说书诸身，他要写在他的腰带上，身就是腰带，还有人是写在竹简上所以呢，他们收集的所有的弟子对孔子的话，他觉得很重要，他们记下来收集起来了。然后呢，他收集有一次呢，不知道谁记的他说我跟那个颜回整天讲他说都没有说老师你讲什么我不懂，然后呢怎么样反驳或什么，像最会反驳就子路天天跟孔子拌嘴对吧？颜回是什么？一直点头，然后呢，孔子说这个人是笨蛋吗？是不是？不为如语，退而省其师，亦足以发。那这个人没有跟我讲话以后，还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退而省其师，亦足以发。而且呢，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改过，然后往下继续发展。回也不语说这个回不语。那个脑袋最灵通的是谁？各位知道吗？子贡子贡那个话讲得很漂亮瞻之在前，呼焉在后，什么什么，有没有？很会讲话，商人都是这样讲得很漂亮嘛。义者履众，每次期货压了就对，股票压了就对。那个颜渊就他说回也不语。所以为什么会把孔子的这句话放在为政里面？你说回也不语，为什么放在为政里面？一个人最好的学习状态就是这样，天天在讲说我学了什么，天天跟人家讲，哎呀我成就的是什么，哎呀我做了什么，天天在跟人家炫耀，你没有在学习状态。所以呢，从儒家的你开始治于学，然后你君子大人王者，这是最好的治学状态。同时也跟那些皇帝讲，你不要天天在那边炫耀自己的功绩有多大。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一是以治学为本。第10条，子曰：观其所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这个叫视人术很多人说，怎么很多人我们面相什么怎么看一个人？视其所以，所以是什么？所以然，所以然。以是什么？所以视其所以是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基础是什么？观其所由，他从哪里来的？所以视其所以是他现在的状态，观其所由是他过去，察其所安是他的未来。安是什么？就是他想要停在哪里，安住于哪里？不是必安住吗？安住，他安住于哪里这是将来人焉受哉的。你知道他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有什么人看不清楚的？你举一个客户，他以前家里很贫困，然后很努力赚钱，对不对？然后呢，现在来到我们诊所，他的财务很健全，很有实力，可以改善他的健康。他现在实力走进诊所，叫做视其所以。以前他的背景、奋斗的过程叫观其所由，然后察其所安是什么？身体健康了以后，到底是要交更多的女朋友，还是要维持他的帝国，还是要维持他的愿力？叫做察其所安，人焉受哉？这个人没有秘密，这个人没有秘密，叫人焉受哉？人焉受哉？11条，温故而知新，何以为师矣？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老师的定义是什么？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是什么？温是加热的意思，故是以前，把以前的那些事情加温，然后就知道新。新是什么？树木长的芽，人的下一步的成长演变，这叫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也就是这个温热过去是什么？把你以前没有在感动中做的那些事情，用感动再去回顾一次，而可以怎么修正，那你自然就会有长进，就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我以前没有感动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有一些事情，钱对我太重要了，一谈到钱，我就失去感动温故，那一刻我可能不要再这样失去感动，那你就知道下一步成长锚点在哪里。下一刻有这个状况来的时候，我不要再忽略真心而着重忘形，这叫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你就可以当老师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哪一些片刻你没有在感动中了，而且你可以改过来，你有这种改过的经验，你就可以当老师，叫温故而知新。12条，子曰：君子不器。器是什么？器就是功能。一个君子不是一个容器，不是个特定的功能。君子重视的是什么？德。有器无器再说，你有器，天下不用你也没办法。达则兼善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我可以呢经世济民，然后呢姜太公
也是在那边钓鱼啊，那又没有觉得怎么样啊。最后周文王去7请8请请出来的嘛，对不对？还有那个诸葛亮7顾茅庐，他有那么大的才能，但是也不一定能天下的人可以试出他的才能啊。除了才能以外，君子的重点，孔子这句话的重点，君子在走自学成德成道之路，而不是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特定的功能。像管仲很厉害啊，但你说他有德吗？他有时候有德，有时候没有德。那商鞅是什么？商鞅法家的商鞅，他自己也死于非命。商鞅是什么？他就是为皇帝服务的奴才啊。所以孔子讲，像商鞅、像管仲这样的都不算君子啊。君子不器。好，子贡，我们常说最聪明的子贡来了，13条。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就骂他，你话都说了，都没有做啊。先把你说的做了，而后从之，人家就会真的跟从你了。你一个老板画大饼，然后要员工跟随你，可能吗？君子就是处理群体的事叫君子嘛。孔子在骂子贡啊，先行其言啊，你说的要做啊，人家才会跟从你啊，你的属下才会跟从你啊。你光说不练，说的都不做，你旁边的人谁要跟你啊？好，这句话你们听得懂，我们还可以再多推一条。14，君子周而不避，小人比而不周。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讲比，比就是一个人靠着一个人，靠在一起坐着。这一个是一个人面向那里，这里是一个人面向这里，两个人同向靠着，叫比，比较的比。背是两个背对，叫北，加一个肉叫背，就形容背对背。这个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坐这里，后面的人靠着他。通常什么状况会有这种状态？排队，你看吗？排队哦。还有呢？内功。帮你灌输内功哦。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通常是长辈，例如说亲子，或是那个年纪比较会跟嘛。以前人都是走路啊，对不对？然后累了，他靠在他背上，什么意思？他在向他学习他的框架，他的做法，这叫比。他背是什么？两个人闹翻了，就像那个很多那个老公老婆睡觉都不理你，不理你这样背对背，对吧？所以这叫比。比是什么？学习模仿某一个先行者长辈的框架，这叫比。简单的讲叫模仿。所以呢，孔子讲君子怎么样？他会掌握全局，把握重点。这王老师常讲的8个字：人要掌握全局，把握重点。你没有掌握全局，找不到重点。你只有掌握全局，找不到重点，你没有办法推动。叫周而不比。君子不模仿人的。那小人是什么？一般没有真心、没有群体意识的人，他只会模仿，他不会掌握全局，避而不周。好，刚好50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第10条，我为什么会把它放到为政里面？是其所以观其所为。你当一个人，你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你也可以知道这一群人的过去、现在、未来，你也可以知道这个家的过去、现在、未来，你也可以知道这个公司的过去、现在、未来，你也可以知道你治理的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未来。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讲到现在，我再多讲几句啊。所以你看哦，历朝历代对《论语》的掌握不够以外，误解极多。那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平常，但是没有一个是轻松平常的，很难道会吗？都要做到，我靠！所以我给你8个字啊：进入感动，完成感动。就是孔子讲这个治于学的60而知道70而从心所欲，这边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成道以后的状态，成德以后成道的状态，因为40不惑了嘛。力就是一个人可以张开脚、张开手叫大，然后上面别人在那里就叫天，这叫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内在架构已经有天人地，他做事有精神，就像我们的灵魂无间。他做人愿意展开自己，不是畏畏缩缩，而且他两脚稳稳的站在地球上，叫天人地，这叫30而立。他不是只有为人的物质界名利权情欲望，他上通天下达地，叫30而立。